这是朋友帮忙买的那颗次带原生种的蝴蝶兰，它自己长了一个高芽儿，高芽已经有根了。趁着现在天气还比较好，准备把这个高芽给摘下来。我之所以说它自己长了一个高芽，是因为这个高芽我没有抹催芽剂，花谢之后它自己做的决定。这棵长得还不错，状态挺好。我还给了它一个编号43号。这个高芽根儿已经挺长了，我一直在犹豫着怎么把它摘下来。犹豫的原因呢，是那个高芽长在这条老花梗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它的这些老花梗有很好的续花能力，我是这么觉得。来的时候它就带着这些老花梗，温度合适的时候就会在这些老花梗上续花。已经开过一次花了，它有3条花梗，所以我摘这个高芽呢，尽量就不能伤了它这个老的花梗，因为还要留着开花嘛。可是看来看去，我也只能伤一个侧花枝了，因为这个高芽被一个小小的侧花枝给围住了，我感觉它可能就是长在那个小侧花枝上的。所以摘这个高芽估计就只能连同那个小的侧花枝一起摘下来了。我先试了用刀去切，没有切下来，最后还是用剪子剪下来的。我正好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弯弯的剪子，还挺好用的。不过剪开之后也拿不出来，因为它有一条根儿已经长进盆里边，所以我只能把植料倒出来一部分，才能把这个根儿取出来。可能我还是应该稍微早一点摘，会相对容易一些。不过那会儿季节不太合适，太冷了也不太适合摘高芽，这才刚刚温度有点合适。它的这2条根不仅长短不一样，粗细也差不少。在植料里的这个要粗很多，我的感觉是这个品种挺喜欢湿的。平时给它的湿度要比那些超市品种的湿度大一些，它根的状态还可以。摘完高芽又多一颗，这颗的编号会是43-1。这次不打算换植料，但是增加了一些珍珠岩，这是在往里放珍珠岩。增加一些珍珠岩是为了增加透气性和保水性，因为珍珠岩的吸水性非常的好，同时又疏松多孔。还是会放一些之前的植料，因为这个植料感觉不老，想再用1年。这次植料装的比较满，尽量把根都盖起来了，因为盆里面的根都绿绿的挺好的，盆面上的根反倒有点干干的不太好。毕竟我这儿的环境湿度比起它的原产地要干多了。给高芽找了一个小杯子，杯子里会放一点之前的老的植料，希望把母本的有益菌带过来。当然也会放很多的珍珠岩，珍珠岩疏松、透气、保水，而且还是无机物，不存在腐烂变质的问题。加了一些桃粒，进一步增加透气性。放的时候我非常小心，尽量不要碰坏根，因为这个品种比较喜欢湿度大，所以也尽量把它的2条小根儿都埋起来。先放这么多植料，毕竟它还有个小小的伤口，等过几天伤口愈合的好一点，我可能会再增加一点植料。这个盆非常的疏松透气，一定要给它一个外套盆，外套盆里头还要有水。好了，一大一小可以放在这儿了，1颗变2颗了。我这还有2颗的高芽，让我在犹豫着怎么摘，什么时候摘。2颗的情况差不多，都是有2个高芽，一上一下，但是上面那个没长根儿，下面这个长根儿了，这根儿吧还只有1条。2颗都是这样，决定再等等吧。
希望到时候上面那个高芽长根儿了，下面那个再多长条根儿。次代原生种蝴蝶兰我还有另外3棵，编号分别是12、13、14，目前13正开着花儿，12是已经开过花，目前没花，14是现在的花芽开始长了。编号14的这个花芽和编号13的那个花芽差不多，较前较后，大概是在秋天或者初冬那会儿出现的吧。13号顺利长大开花。顺便说一下它的香味儿，刚打开的时候闻不到味儿，需要晒一下早晚的阳光才能闻到一点点味道，不太重。但是到现在大概有3个多星期了吧，味道已经非常的浓了，而且也不用再拿去晒，我就挂在这架子边上，路过这儿就能闻到粉香粉香的。等这个花谢了，不知道我能不能育个苗。12号当时我还没等育，它的这个老花梗唰就黄了。12号这个品种是要等到温度高的时候才会出花芽开花。14号这个品种在温度低的时候也是不长，所以它的花芽出来了，冬季也完全不长，在那儿休眠。最近开始长是因为温度开始升高了。算上今天摘高芽的这棵，一共是4棵次代原生种的蝴蝶兰。这4棵我总的感觉是它们更喜欢湿度大一些。应该说5棵哈，这又摘出来1棵，但是是4个品种。这4个品种我之所以感觉它们更喜欢湿，是因为我在平时养的时候，它的根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湿的，比较少干透。它们4个都有外套盆，外套盆里长期保持有水。平时养护的时候，隔个3、5天吧，我就会给它一点水，从盆面浇下去，漏到下面，每次也不多。但是相比于其他超市品种，算是比较频繁。它们有点怕干透，盆面上的那些根，因为我觉得比较干，我还会经常的喷水。即便这样，每一颗上面都有干掉的根，而每一颗盆里面的根都挺好的。但如果我万一忘了浇水，有一点干的话，盆里的根也会皱。超市品种的兰花是经过了多少代的杂交育种，不断的筛选，所以看来经过改良的超市品种可能更适合像我们这种非热带地区的环境吧。而如果是原生种或者是半原生种，需要仔细观察一下，它的需求或者说它的习性可能不太一样。